就很痛。从早然后做到晚，然后我就想解放他一下。之前有参加过游行吗？有。这是第一次，10多年前的事了，对，大概国中的时候，太久了吧？这是我第2次参加。知道，道。无限性文，解构框架。我会跟我们分享一次难忘的性经验。我有任女友，她是铁蹄，然后完全不给我碰。然后我就想解放她一下。有一次我们就是那天我们喝一点小酒，然后想说，哇哦，今天应该就是我的机会了吧？你知道我把她衣服这样啪的脱掉的时候，然后就她里面穿一件超紧的束胸，想说她是穿盔甲吗？就整个脱不掉啊，反正就是最后就没有了，我没爽到。我没有没有，对，就是没有过。我才刚18，认真才刚18，所以还对啊，就是没有。对啊，摸良心说没有。有，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，就会闹笑话，因为他的中文不是很好，但是他很努力想要用中文表达，所以我们正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听错他的意思了，我就听成用力的推，对，然后我就真的用力的，我就在遵照指示，然后才发现他其实是有一点觉得太 aggressive， 他是说请改成用你的腿这样子，用你的腿，然后我就用力的推了，还有我想说我们脸色怪怪，越来越不对劲。我破处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真的很喜欢我那时候的男朋友，就只是因为我觉得同侪压力很大，就是我朋友们很多都比我早有性经验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好烦哦，我比较慢很多，就是我直接好像火车误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朋友都已经搭上那个性爱列车了。我那时候男朋友其实就是很想做爱啊，所以刚好有一个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情我愿，就是我很想赶快，然后他很想要那个，所以就那个，可是就是很不舒服啊，就会觉得如果这是性爱的感觉，那我才不要就很痛。要说难忘是没有，不过倒是有遇到一个，我觉得应该蛮多人都有遇到的问题。我跟我女友已经交往蛮多年了，有时候工作太累，她就会拒绝我。虽然也不是说非做不可，但是没有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东西。好像还是要有一点性事滋润一下。你都干掉了。我就想说，用一下情趣用品之类的。有，当然有。我之前有去一间叫帕特拉拉，好像在我想一下，西门国宾那边有一条巷子，那边一间店。那时候原本是要去买束胸，对。然后结果一进门之后，发现它角落有一整柜都在卖情趣用品。我们那时候进去卖蛮多彩虹饰品的，然后当然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增进感情的一些小东西。情趣用品的。对。那你们有买吗？有啊。买什么样的？我们那边有逛一区是卖跳蛋跟那个按摩棒。他们的那个按摩棒跟跳蛋都有精心挑选过，就是好像 size 特别适合圈内人，就不会不舒服的那种，就比一般还要更小一点。对。那好用吗？感情蛮好的。First time 最难忘吧，因为不知道怎么成年了吗？那个时候这不能说，这不能说总之就是不知道怎么做，但我觉得蛮可爱的啦。从早然后做到晚，然后而且还换地方做，会胀痛，真的会痛。然后真的是各种换地方，阳台、客厅，就哪里都可以。有想尝试，也有遇过正在 open relationship 的约会对象。我本身还好看对方，我没办法。如果遇到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试试看。我跟伴侣一起看了书，但是觉得谈起来很理想，但做起来蛮难的，因为我们一般的安全感不太够的情况下，真的实践起来是会有很多阻碍的。多方尝试，只活一次，为何不？对我来说，它只是相爱的其中一个模式。对，就像我们有异性恋，有同性恋，那开放式关系它也不可能是一种
一种方式，只是可能现在在台湾或者是在世界上或社会上，它很少被我们去知道这件事。就好像日本好像有什么复数恋爱，之前好像有跟某一任聊过，然后他的回答是我们可以试试看，但是他可以开放式关系。没有，他问我说我可不可以接受，我说如果你觉得 OK， 你这个人生必须有这个体验的话，那你就是跟谁什么的要交代清楚，想确保他的安全性嘛，这样。然后他就说那他不要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他如果觉得他答应了，我就会马上去找别人，可是他找不到人。就是在试的时候会想说，那所以是你要玩的比较开，还是我要玩的比较开？所以对，所以目前是没有打算。如果看到他跟人家在牵手，我在发疯牵手而已，就我牵手而已，因为我很宠女朋友，所以有一次她在校园的门口，她很累，她说她走不动，因为她的宿舍在学校的后面，我就说计程车，我就坐，然后计程车就说你要去哪里，我们只是要从学校前门到后门而已。就是我跟某一个人这段感情本来只是一个很不平衡的状态，他是在比较强势位，他甚至会因为他在吃饭，然后我可能靠过去撒个娇，他就直接把东西全部翻到地上，然后就说我在吃东西，你为什么要过来？然后后来某一天好好的时候，我们在看电视，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想分手？他说没有，我就开始分析给他听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以你的个性，你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，或是你就是因为你今天已经不爱我了，所以你才会怎么做，你才会说什么话。然后他听就说对，好像是。我说那我们分手吗？你要分手吗？他就说好，那不然我们分手好了。就是我们当下分手的情况是我去解释，就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去解释给他听。我觉得这件事情蛮荒谬的，因为其实他说完分手之后，我就开始大哭。他是混血，所以他之前在国外，然后他在国外就是吸很多不该吸的这样子，学校就会例行的让他吐口水检查。然后有一次他就是突袭剑，然后他前一天有吸，他就跟我说，就是他就不行啊，如果被抓到这一次，他就是完全要被踢出去了。在去的路上就看到一个国一的学弟，然后那个学弟就是著名的乖，然后说你现在吐在我手上，你吐口水在我手上，然后学弟想说什么意思？可是你知道吗？就还是吐了，因为就是学长叫他吐嘛。然后他就进那个可能健康中心之类的，他就喊，太可怕！他就喊在上那个，然后就是他们要吐的时候，他就吐出来，就真的过了。对。